可能是你在游戏圈听到最燃的一段演讲。游戏是我们人生中的一处风景，你不妨大胆尝试一下，齐身好装备，去钢枪，去体验。当你还在卡战备时，突然想到，你不妨大胆尝试。他用一段话直接引起暗区游戏里第3次金融危机。他就是暗区玩家最好的哥哥。哥哥为啥能成为暗区一哥？不是因为粉丝量多，而是他对待粉丝和对待游戏的态度，让他坐在这个位置上成为公认的一哥。这是别的主播遇到误扫号。还有神人啊！5、4、3、2、1。这是你哥哥的态度。你只有最后5秒，如果这5秒之内你要不几号，所有的大金我全部卖掉。记住，这不是考验啊！那大金我可以不卖，都哥们儿。饶你一命那也是情理之中，我帮你做个保险过来。在近期一次直播 PK 中，哥哥连到了陈泽，俩人加起来800个心眼子都打不住。从跟陈泽的连麦中也能看出来，你哥哥还是太懂节目效果。没事，一般我的话一般拿这个三角洲打窝，知道吧？就开直播的时候呢，打开三角洲直播间会瞬间上个7、8千人。然后再打暗区。不过这段话在观众听来也是多少有点心酸的感觉，毕竟作为暗区一哥，还得靠别的游戏打窝才能让直播间有几千人，跟那些动辄10万加的主播差距还是太大了。不过哥哥就没有这么想了，他觉得不管咋样，只要能让自己热爱的游戏获得更多的热度就是好事儿。什么心酸不心酸的那都不重要，从这句话就能看出来，哥哥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热爱暗区，他比谁都希望这款游戏变得更好，毕竟他的人生就是被这款游戏改变的。哥哥原名朱元哥，哥哥原名朱元哥，这个抖音这个对劲吗？谁叫朱元哥呀？早期经历也是跟各大主播差不多的经典巨星开局了。哥哥不是读书那块料，初中毕业后直接辍学了，本打算大展身手，让社会见识一下自己的厉害，结果直接被教训了一顿。学了1年电脑后，找了一个月薪只有1600的工作，结果还被老板嫌弃了，试用期还没过就让他走人了。这次碰壁反倒激起哥哥的斗志，发誓要出人头地，于是一头扎进和平精英战场里面了。哥哥这可不是贪玩，不对，也可以说是贪玩，不过是一边玩一边直播，想成为和平一哥，毕竟他叫哥哥嘛，而鸽子就是和平的象征。一开始他每天播3场，奈何没有名气，一天下来也就20-30块钱收入，连换个设备好点的手机都做不到，泪水打湿充电线，边打和平边漏电。后来好不容易做大做强了，直播间也有个1万加了。结果这时期的哥哥谈了个女朋友，也不想直播了，天天就想着带女朋友出去玩，好不容易挣点钱全花出去了，再想回来播和平精英的时候，发现热度基本快没了。恰好当时通过朋友了解到了暗区突围这款新游戏，在体验了一下后，哥哥直接爱上这个感觉，当即决定转型成为暗区主播。由于没啥社会经验，他随便就签约了一家公司，说好给他流量扶持提供帮助，结果一点没兑现。每天直播完，他还要想第2天直播内容，还要自己剪视频，公司提供的帮助微乎其微。在做大做强后，哥哥才发现按照当时签约内容，他根本拿不到多少钱。为了离开这家公司，哥哥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解约，一切重新开始。为了获得稳定的观众，哥哥就搞了免费扶贫。当时很多暗区主播打着扶贫的名号登上号后，就把粉丝的号给毁了，吃黑流量。哥哥直播的时候也扬言要毁号，但说8秒倒计时，潦草的愣是等了几分钟都没数完这8秒，到最后也是没有毁号，就是搞个节目效果，不会真的毁号。哪怕不小心点错，真把号主大金卖了，他也会想办法进行补偿。凭借着这股子实诚劲，从头开始的哥哥再次做成暗区头部主播。而真正让他爆火的，源于一段广泛流传在搜打撤玩家之中的圣经。暗区一开始的鼠鼠文化也是非常浓厚的，毕竟早前没有队友保护机制，不少老玩家都很怀念以前的暗区突围，刚开局就能吃到3个全装包。什么？你说那是队友？我去，不早说！在队友可以互相伤害的机制下，很多玩家就不敢起好装备了，卡个战备进去，跑刀摸大金都不愿意战斗了。对此，就连策划都有些束手无策了。而哥哥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。注意以下内容，要求全文背诵。游戏是我们人生中的一处美丽的风景，你不妨大胆尝试一下。齐身好装备，去钢枪，去体验。在这段振奋人心的演讲下，玩家仓库里的大金都变成了科恩币，变成了满改枪和顶级装备。那一天，卡莫纳没有懦夫，全都是悍不畏死的战士，代价就是直接引起暗区第3次经济危机，不少玩家直接打破产了。凭借这段经典永流传的演讲，哥哥也算是真的好起来了。
终于成为暗区突围的顶流主播。自己做大做强了，哥哥也是不忘反哺游戏。每次跟人打 PK 的时候，哥哥都会化身暗区宣传大使，背景天天挂着暗区主页，想方设法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游戏。连麦到陈泽的时候，哥哥也是蹭上陈泽的热度了，直播间都限时冲上10万加了。面对这种难得的机会，哥哥是一边跟陈泽斗智斗勇，一边卖力的宣传暗区，情商拉满了。能看出来，哥哥太想让这个游戏好起来了，他真的我哭死。卡莫纳人的故事永不落幕。